OK，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于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情感能量检测，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最近的情感能量是什么样的，帮助大家来做一个确认和检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我们情感的显化和情感的发展，在未来一个阶段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宇宙给我们个人的调理，跟我们情感能量的复原或者说提升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最近这段时间呢，由于很多行星能量的转化，我们的情感这件事情会重新的放在我们瞩目的焦点上。如果之前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瞄准我们个人的一些内在转化，我们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心境上的一些调理，那在今年的年中一段啊，从我们的5月到10月期间，也是我们去注重我们情感，包括有一些情感的事件将会发生和落地的一个好时间。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和目标，以及我们去在意的方向也放在情感或心灵寄托这件事情上。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卡牌来帮助大家来看一下啊，最近我们的情感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状态，那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显化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美好的恋爱生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了，如果感情已经比较落定，或者说当下已经有了情感依托和归宿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今天的占卜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能量是如何的，我们该如何去调节这个自我之爱的话题，或者说如何去调节我们内在的爱，来帮助我们跟外界跟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做更好的连接。希望今天的占卜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做一个算是自我了解、自我检视，也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深层对话以及疗愈。OK， 帮助我们在未来一个阶段去整理好我们自己，面对我们在生活上、事业上、情感上的种种挑战。好的，那主题方面我们介绍到这里啊。那在我们今日的冥想环节以及选牌环节之前 ，Starseer 这里宣布一个好消息给大家。而在今年我们的2023年4月 ，Starseer Channel 已经满整整的3周年了，非常感恩跟大家在这3个年度当中的陪伴，感恩这3个春夏秋冬和日日夜夜，能够给 Starseer以及大家一个连接的平台、连接的能量场，或者是修行场，来帮助我们去做相互的陪伴、相互的指引以及能量的共通。那在今年呢3周年到来之时， Starseer Channel 推出了线上商店啊，我们的 Starseer Store。我们的线上商店 Starseer Store 当中会帮助大家去提供优良的水晶制品以及水晶原石，来帮助大家做日常的能量调理以及我们的深层疗愈工作，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点击说明栏当中的商店链接，关注商店的 Instagram， 发现结缘跟您有缘的水晶饰品。我们会不断的推出高能量的制品，在 YouTube 频道当中定期为大家送上好礼，以及会员抽奖以及优惠的活动。希望跟大家可以相互陪伴、相互支持，非常感恩跟大家之间的缘分，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更好的能量调理以及疗愈。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十分感恩大家的聆听。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那这个冥想环节会花费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来帮助大家用声音震动的方式连接宇宙，并且净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以及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或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聆听宇宙的方式来调整我们跟宇宙之间的能量互动以及我们的振动频率。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冥想的环节来帮助大家做放松和心情上的调理。OK， 大家准备好了吗？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双手合十，聆听宇宙的声音。好，首先让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呼吸，把意念集中在我们身体的正中央，
从我们的头顶到我们心肺的位置，让我们深深的吸气，再深深的吐出来。我们一起做3次。在我们深呼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脖颈和脊椎在渐渐打开。随着我们的吸气和呼气，也让我们放松我们肩膀、我们的后背，开始我们整个能量的调整。让我们开始轻轻地放松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头顶开始，到我们的后脑，到我们的脖颈，到我们的肩膀，到我们的脊椎，让我们轻轻地放松我们的后背，放松我们的骨盆，让我们的能量渐渐下沉，到我们的双腿、双膝、双脚，到我们的身体末梢，我们的脚趾跟我们的手指。当我们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的同时，让我们感受我们心肺的能量。在呼吸的过程当中，感受我们心轮左右的位置正在渐渐释放光芒。心脏的光芒是红色的，双肺的光芒是白色的，心红肺白。这是我们生命所在、所律动的地方。让我们感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再次深呼吸，开始调整我们的脉轮。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身体的能量场，在我们的双脚之下，在我们的骨盆之下，再形成一个
圆形的能量场。让我们感受能量场的温度，正在随着我们意识的流动，渐渐平缓、温暖以及发亮。让我们深呼吸，让我们的能量开始温暖我们的各个脉轮。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骨盘正中，我们和大地连结的位置，我们的海底轮。让我们的能量渐渐向上，感受我们的脐轮。再次让能量向上，感受我们的太阳轮。我们让能量向上，来感受我们的心轮。在这里，让我们的能量向上，感受我们的喉轮。让我们感受从脖颈到我们的眉心能量向上，到我们的三阳轮。我们再次由三眼轮让能量向上，直达我们的头顶，我们的顶轮。
我们是平静的、清透的、晶莹的，再次可以充满爱的个体。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灵魂在宇宙当中的种种旅途，感恩我们当下的存在，感恩此时此刻。宇宙在保护我们，照耀我们。感恩宇宙。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带来能量的整理，带来平和和轻松。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选牌。好，在我们的面前，从左到右是3副组牌。大家首先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来进行选择。从左到右分别是1、2、3的3副卡牌。那如果对于选择卡牌的位置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可以根据下方的参照物来进行选择。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今天的参照物是黄色方解石、黄色天然石。好，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今日的参照物是玫瑰石、形状犹如贝雷一般的天然石哦。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物是银叶桉，好，天然的绿色圆圆叶子。好，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物。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这是一个情感的能量检测，根据你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
同样，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General Reading），所以您的能量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那如果对一组或两组的卡牌有感应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开来抓取属于您的讯息。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最左边第一副组牌黄色方解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黄色方解石啊，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检测。我们要看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对应感情，对应跟人的亲密连结，以及我们跟周遭人的连结是如何的。我们也会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展开，那帮助我们去显化我们在感情当中的幸运和更好的连结。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第一组啊，黄色方解石，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 ，Prosperity's sisters are happiness and joy。36号，我们看到这个牌当中有3个圆圈，集合在一个大的圆圈当中，合一的一个能量啊，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个命运3女神啊，包括我们在Three of Cups 圣杯3号当中所看到的能量啊，3个女神，这当中我感受到了一样的一个意涵呢。这张牌是一张圣杯3号的意涵。丰盛的姐妹是谁？是快乐和喜悦，或者说是幸福以及喜悦啊，可以这样去说。那另外一个是谁？当然是来看这则影片的大家啊。您和您的这个幸运姐妹、快乐姐妹集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丰盛的整体，缺一不可。你们是命运的这个铁三角形。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数字也是36号啊，这是一个神圣学习的课题，也是一个滋养我们神圣女性能量。如果是男生的朋友们来看这一组，或偏向男性能量、阳性能量来看这一组，这个也是你们去填补好你们阴性能量，打开自己心轮和快乐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在这个卡牌当中，其实主牌里面所看到的能量其实是大体相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集合来解释啊。这边这张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烟火棒啊，翻译过来这道牌是 Yolokobi 啊，快乐的这个意涵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 joy。OK， 另外的一张牌，我们可以看到3朵花 Comfort， 这是一个心轮疗愈的卡牌啊。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去试着去抚慰、安抚，然后也试着让你们的灵魂去展现出更多的快乐，你们试着让自己去打开新的枝叶。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无疑你们在当下这个阶段应该是一个扎根在大地更深的，或者说深层疗愈好你们的神圣女性能量，或者是阴性能量啊。我们的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我们的灵魂偏向于哪一边，我们都是阴阳一个集合体啊，就像一个这个球一样。所以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当下正在去让自己变得完整，变得愈合，以及找到你们有可能是失散的部分，有可能是疗愈你们阴影的部分，还有就是找到你们孩童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happiness and joy 啊，幸福与快乐。其实这个词我们真的每天都会去讲，或者说我们人生的追求是深层的幸福，或者说所谓的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快乐。那我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在最近这个阶段，首先你们的 aura， 你们的光，我看到其实你们会散发出这种粉紫色的光，这个是从你们的心轮到3眼轮啊，眉心轮这个地方的能量。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能量场最近在扩大，也就是说在无形的啊，在变得更加的扩张。比如说这是一个圆球呢，你们就在扩张当中啊。原因在于其实你们会让自己去看到人生的更多层面，你们会去追求更多层面，或者说你们在人生的追求当中，比如说我们要去努力生活，我们要去连接什么样的感情对象，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等等，你们也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这种爱和你们的感受度。这样的一个课题很多时候会帮助你们愈合你们心灵当中的某一个破损的或者说能量缺失的部分。
有很多朋友，你们最近有可能正在去寻找你们内心小孩啊，比如说开始通过一些玩乐呀，寻找一些新鲜的，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的这个状态，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当中，肯定啊，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我们只是3D 的一个存在。我们其实啊，这个360度当中，有很多不同层面和维度的能量集合在一起，啊、引发我们去见闻觉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6根扎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啊，我们的见闻觉知有可能基础上来讲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但是讲的再深刻一些，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其实也在通过去理解自己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某一种快乐和爱。这种爱是来源于你们自身的，因此很多朋友觉得啊，当下你们的感情能量如何？从这一张牌当中，我看到，如果你们不管有没有在一段感情关系，或者感情关系如何，都打算或者说想让自己去寻找一种自得其乐的方式。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寻找着一种乐趣，或寻找一种创造，如果你们在为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去，奉献给予更多的包括情感上的一种满足和充盈啊，当然前提条件是给我们自己。那其次或者说剩下的，我们有可能会渐渐扩散我们能量给我们周围的人，亲人、朋友、同事、感情对象等等，全部都算。我认为其实对于你们来讲，这是一个你们在整体学习和整理自己的一个课题。你们身上有很多的这个枝叶啊，不管哪一朵花先绽放，你们还有其他的蓓蕾在绽放当中。我看到其实你们会让自己去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而且非常清新的魅力给这个宇宙。这张牌很有意思啊，如果它是一个3维的卡牌，我们从上边看会不会看到3个球？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因为这个卡牌它上边的果实或花朵像是球状，而我们这边看到是3维一体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在走一个合一状态。所谓的这个合一，有可能一部分我们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更多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让自己把你们当下的一个状态整合成为一个能量更高的、更加幸福的、更加接近快乐的，跟你们的灵魂家园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你们的指导灵连接更充分的一个状态。你们其实本身是一个更大的原型，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当中，有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有可能是通过你们的灵感、你们的创造和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或者说你们的认知。比如说我重新的去了解了我自己，看待了一件事情。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就像是这个夜空当中的仙女棒一样啊，很像是星星，或者说你们其实身上会有一种火花，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你们不会让这个夜空只是深层的，或者说只是这个暗的能量啊。我们看到很多云啊，我们当然也看到这个日落等等，你们会为自己去点亮属于你们的火花。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是很立体的，甚至很多时候你们是很会去创造新鲜的事情啊，你们会让自己去连接新鲜的人事物，或者说你们在迸发这样的一个能量，是打破自己之前的一些束缚。因为我们看到是个圈在这个地方啊，这种束缚一旦打破了，你走出自己的一个小的圆圈，你会发现有很多可以更加跟你融合的，或你周围可以去融合在一起的能量正在走向你的世界。我觉得第5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很有魅力，你们的魅力其实先天代表着一种乐观、爱，或者说一种创造力、一种艺术欣赏力、一种感染力啊。这种感染力也是你们放光的原因。我看到其实你们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暗中的在意、关心和喜爱。或者说在你们去创造和工作、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去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你们也是一个标志物，总是会让人在不经意之间去看到这个火花，看到这种燃烧，或者看到这个光亮啊。所以说第一副牌朋友，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们的情感能量无疑还不错。那我们通过这个塔罗啊 Tarot 的能量来看一下，连接一下大家，看一下大家最近的情感能量是什么样的啊。在塔罗当中，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时间，或者说具体的关于我们的一些分析，帮助大家做一个检测，好吧，做一个验证。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Emperor， 一张国王牌出现了啊，还蛮庄重的。我们看一下 ，Oh my god，这张牌啊，
亮亮的飞了下去，我看到是 Tower，OK，The Tower。我们再看一下第3张是什么，大家能量是怎么样的啊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的正位。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这个阶段啊，我看到你们会有一种被，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啊，一些朋友是被动被推出去的感觉。这种推出去就是有可能你会觉得，哎，我的人生就应该这样，或者说我在情感当中我应该就是说被保护等等啊。那宇宙在无形当中把你推向这个舞台的中心，把这个故事推向高潮。我看到最近在情感上来讲，你们会有一种翻了一篇啊，忽然醒悟的这个感觉。这边是 Magician， 也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个魔术师牌指天画地啊，他的手上既有各种各样的书卷，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器，各种各样的能量。这是一种高级的显化，这是金鸡在破晓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你们的灵魂觉醒了，而且宇宙听到了属于你的声音，你也听到了属于宇宙的召唤。在情感里边，你好像突然的明白了某一件事情，不管是哪一件，比如说在这个情感里边，你不想被牵着鼻子走了，你不想被蒙蔽，你不想被传统的古老的不管是男权还是女权啊，充满权势的势力所左右。我看到其实你们在有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其实已经不再是一种叛逆心理了，它其实是一种你真正在觉醒，感情里边你想要什么，你是谁，你需要得到一份什么样的情感答卷或者情感 offer， 你会真正的跟宇宙去大声诉求，或者说你会去许愿，你会去展现出来。有很多人，我觉得你有可能在无论是感情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都是 Major 看都是大牌，我们看到是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我觉得这种觉醒对于你们来讲啊，如果你们之前经历的感情对象是在否定你们的，在束缚你们的，或者说让你们不得不去跟从的，你们最近正在去肯定自己，你们理解你们的魅力在哪里，而你们的诉求在哪里，还有就是你们会更在意在感情当中的感觉，比如说这个人除了外表，除了条件，除了跟我之间的相处以外，我和他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是快乐的，或者说我是无忧无虑去爱的，我是宁可让自己奉献的爱的，任何一种爱都可以，你再让自己去很大幅度的去感受，所以我觉得你反而会让周边的人更有一种可依靠的感觉，或者说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属于你们的安全感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经历过一些感情的风风雨雨，或者说颠簸考验等等或者一些朋友干脆就是挫折跌倒之类的。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好像对于很多事情是哑口无言的，是没有办法去震动自己的喉咙，表达自己的某一种委屈和压抑的。最近这个时间，宇宙在叫醒你们，所以你们的能量走向了一种情感上的觉醒一种内在的成熟。我们看到国王牌和魔术师牌内在的成熟，这种成熟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理解你在旅途的哪一个环节，你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去连接？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好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这个认知不一定是最后的答案，不一定是最清晰的，但是你会有一种计划。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好像是那种已经受够了等待受够了无奈你们会让自己真正的去对待这个命运或对待周围的人，展现出属于你们非常真实的色彩，甚至这是首次第一次你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自我觉知的意识，展现自己。Ace of Wands 权杖1号。所以很多朋友我看到感情的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感情能量很好。首先你们是 activated， 你们已经是被激活的状态了，还有就是你们现在是活跃状态。紧接着我看到你们是一个觉知状态。这个塔牌不管它关于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塔它其实是一种颠覆性的能量，一种震动，一种爆发，一种突如其来的考验打击等等。我认为其实你们反而会被某一些事情推出去，而真正的反败为胜，反被动为主动。因此在这个春季到来的时候，如果你们心中真的有一个
正在连接的关系连接的人，那很好，我认为你们有的放矢，你们有目的地可言，你们有可能会真正的为自己去计划，在感情里边你们应该如何去进行下一步，进行连接，或如何去认知这个对象，如何去懂得自己也懂得对方。有进一步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会从之前感情里边的一些传统的模式当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说这个女权意识的解放还是男权意识的解放啊。我们很多能量现在已经不再去区分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了，大家在哪个族群都一样。我看到你们不会再为自己的存在而感觉到一种我不得不去做什么，或者说我不得不去遵循什么，屈从什么，你们会舒适的大胆的做自己和展现自己的魅力。所以如果之前某一个对象伤害过你们，或那个感情已经不再 support 你了，让你觉得已经没得火花可言了，你们会让自己去找到属于你们的火，因为你们在点燃这个火焰，你们自己有可能就是这一团火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ce of Wands。 紧接着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感情，你们在期待感情，或者说你们在去看感情对象啊，过去的一个感情对象等等，这个阶段里边的你们其实非常明确你们想要什么。一旦明确了，你们在内心里边有可能会有这么一团火焰，是代表野心的，代表占有欲的。但是还有一团火焰，我看到它是阴性火焰，它是一个女祭司的火焰，也就是说你会更加明确你和对方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进入未来，这也是一种显化。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能量非常好，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个月之间啊，前一个月后一个月，就看这个占卜。当下的话，就是在4月、5月之间，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你们会让人真正的重新正视你们。有很多人你们会是那种华丽的归来的状态。如果你们在之前就比如说隐藏了自己一段时间，封闭了自己一段时间，或者说跟一个人就在精神上、情感上私奔了。我们指的私奔就是我要和一个人去封闭的恋爱，或者说我要去封闭的体验一个感情。我觉得这一次你们会某一种形式上的昭告天下，就是你要怎么去爱我某某某，我喜欢的人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他恋爱。有可能你们不再去想要去隐忍自己在一些比如说地下的恋情当中，在一些三角恋情当中，或在一些一直会让自己默默无闻去付出的一个状态里边。我看到其实你们会是这个始作俑者，也就是说你们会 initiate， 会重新的将你们的感情拿出来展开给宇宙看。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你们的指导灵，得到你们的祖先，还有就是得到你们灵魂家族的认同。也就是说你们的许愿啊，你们想要的 offer 已经快要到来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主动式的，中主都并不是要追谁，而是你们会真正的在和人的连接和情感的这件事情上有觉知的啊，权杖7号去为自己而争取，去为自己而就是袒护自己，或为自己而真正的宣示主权啊，这样的一份能量。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能量都很好。如果你们当下在单身的话，你所许愿的正缘对象以及感情对象在走到你的世界当中。如果你在疗伤期的话，我认为你的疗伤期和黑暗时期啊，比如说暗夜时期真的已经过去了。我看到其实天空好像在闪过这个惊雷和闪过火焰，你的世界一下子就变成了白昼，一下子就变成了春天。有很多朋友我们看到这个离原上火啊，这个火焰好像在燃烧你的这个庄园一样，但是其实这个火焰是帮助你去将之前的枯萎燃烧殆尽，让你真正的种子长出新的希望，让你真正在心灵里边有一种被清理的状态。这种清理并不是断舍离，我认为是外界环境和宇宙送给你的一份礼物。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在感情里边去展现什么？你们希望吸引到什么样的对象？你们希望未来谈一段什么样的感情，走入一段什么样的稳定关系？这个全部都是这1-2个月之间你的许愿带来的。我看到这之外，你们好像在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喜爱自己，你们好像在绽放，你们好像在充满了魅力，包括性魅力。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会
做好一个准备，去打一个感情硬仗或迎接你们的真爱。但无论怎么样，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我觉得都会到来你们的世界当中。这是你们的战利品啊，所以这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情感能量。低落期的朋友，我觉得从这副牌里边，我看到你不应该低落。如果这个能量是给你的，因为其实你拥有非常多的资源和机会，让自己去首先安抚你们的心轮，安抚你们的心，还有就是展现你的魅力。你如此可爱和值得被爱。低落的人和失落的，或者说在感情里边所谓的求而不得和挣扎的人，一定不是你。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排他，或者说一种比较心理，而是你真正的去理解了自己的一个能量和状态的话，你会非常懂得如何去运用它和判断它。首先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啊，我觉得你们首先是在等待真爱的话，真爱会如疾风暴雨一样降临到你的世界。还有就是你的许愿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你在感情上其实是一个能量大开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啊，未来这个发展的个状态会如何啊？我们抽好牌之后会帮大家分目前的这个感情状态来进行分析，好吗？首先我们抽一些卡牌，看一下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感情发展将会是如何的啊 ？Temperance in reverse， 第二张牌还是一样的啊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的正位，我们刚刚已经见过了。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感情的发展上，我们的能量如何。Two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2号。好，这边是 E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8号。我们再抽一张。好，飞出来了。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正位啊。我们看到了啊 ，clarify 一下，我们看到的是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牌 ，Ten of Cups。我们刚刚所说什么？命运3女神是吗？这张牌当中就是命运3女神哦。好。首先，第一副牌的朋友3这个数字对你们很重要，你们有可能生命的这个灵数3号啊，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在今年的4月初到5月期间，你非常的幸运，你有可能在做转变。有些朋友是未来3个月期间，因为我们看到全部都是3号啊，3号的权杖，3号的金币，我们可以看到3只花朵，我们可以看到3个圆圈，我们可以看到3个女神，所以 anyways 未来的3个星期，短的朋友3天啊。3天、3个星期、3个月份，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可见的啊，应该是非常快速到来的。所以帮大家去整理和传达一下这个卡牌的能量。首先，稳定感情当中的朋友，我认为你们会，如果你们在之前在感情里边啊，互相的难以去共通，你们好像是强人配女强人的组合啊，或者说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情感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在力量上的这样的一种拉扯的啊，就比如说较量等等的，或者说在前3到4个月之间，你们曾经经历过在感情上的一些问题，或发现了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在未来这3个月份当中，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稳定感情里边的你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虽然有的时候你们会表达的急一点，或者说你们会出现一些行动，比如说我要去处理某一个问题，我要去更多的照顾你，我意识到了跟你之间的交流问题等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合理解决它。但我觉得其实命运之轮站在你们这一边，也就是说你们其实进而的可以继续去收获在感情里的丰盛。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稳定关系的朋友是不会分手，但你们其实有的时候感情是会有一种悬崖边上的感觉啊，毕竟这边有塔牌，有 Seven of Swords， 你们会说，哎，我在悬崖边上的感觉，或者这段感情我已经经营一段时间了，它还可以再继续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什么？如果你们想要的是希望，是快乐，是相互的吸引，相互的陪伴，我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一直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只是你们有可能要去先疗愈你们内在的能量。如果是女生朋友和阴性能量的朋友是神圣女性能量，
Divine Feminine。如果是男性朋友和偏向阳性群组的朋友们、族群的朋友们啊，Divine Masculine， 神圣男性能量。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国王牌，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深层内在疗愈是什么？找到你们的快乐、你们的希望，还有就是找到属于你们的丰盛感。这种丰盛才会让你们真正的，比如说我们在感情里边是两个个体啊，个体的丰盛才能变成一个整体的丰盛。所以我觉得你们并不是说让我们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之类的啊，没有这些所谓的自省的能量，更多的时候是如何去疗愈和调配你们内在的一种感受度。所以当你们真正的开始理解了如何去感受自己，当你们真正理解了你焦虑的，或者说你恼怒的，或者说你一直以来和对方处理不了的点在哪里，我认为其实对你们来讲，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是沟通，而是自我强大。并不是指外强中干的强大，就是我们要表现得很坚强，我们要表现的都无所谓。这种强大是你内在真正的理解你是值得被爱，以及你被爱这个问题。所以稳定关系的朋友，我看到你们的一些问题，包括经济上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啊，正在被一点点的处理，你们也正在去跟对方进行一个更好的连接，去进一步的互通有无。我看到如果一些朋友你们面临选择、面临犹豫，你们面临比如说对方和你比如说异地恋啊，或者说你们正在去经营自己的家庭、事业，或者说未来的学业方向等等，你们会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这个选择并不是模棱两可的，并不是似是而非的，甚至当你们真正决定这个选择在哪里，你们会一往无前。我看到你们很踏实，还有就是你会去捍卫自己。所以稳定关系的朋友啊，理解自己、接纳自己和坚强。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拿出自己强人的架势，或者女强人的架势，这个都可以。我觉得有些问题你们如果无法商量解决，或者说一些积累的堆积的问题，你们依然还有待处理的话，疗愈是一点一点来的，所以你们要先疗愈内在，好吧？第二点，我看到啊，如果是面临一些经济的问题、财产的问题的话，在未来3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有解决的路径和解决这件事情的好运，你们会有这样的智慧或者说灵感到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下你们会为这些问题而有一点恐惧，有一点纠结，有一点彷徨的话，很多事情是通过你的能量和心情到来的，所以你们需要先去调整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处在一个被安抚的、丰盛的，哪怕这些问题都没有处理，你们也会让自己去 enjoy， 喜欢欣赏和经历，特别是独立经历当下的一些过程，以及欣赏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优的自己。如果是在关系的这个纠结当中，暧昧的关系、拉扯的关系、正在争吵的关系、停滞的关系的朋友，这个牌让我感觉到你会在感情里边翻盘，反败为胜。也就是说，一些朋友我看到如果一些关系它走向了一个死局当中，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再去往前走了，我觉得你们会为自己去开辟一条新的路。如果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的前任或当下这个暧昧对象我应该怎么办？我看到你们心里边其实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办法指的有可能是你们会去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经营属于你们的事业，还有就是你们会吸引到全新的桃花的到来。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张 Ace of Wands、Two of Swords， 新的桃花的到来会让你们看到属于你们的优点、魅力，甚至帮你们去肯定这个优点和魅力。反向的，你会同时吸引到之前的人，当下你想连接的人，你在感应的人的到来。因为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comfort， 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宇宙在告诉你们的就是，其实你们在被喜欢着，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在被暗恋着，你有可能在被一些人之前的对象在心里边默默去关注着。我听到的词是惦记着，有人在惦记着你们。Anyways， 我感受到这个词语觉得蛮有趣的。但是无论如何，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里是有机会有突破的。还有就是你的显化没有错，所以说你的显化甚至已经惊动到了你的指导灵团队来去帮助你
所以你们不是无助的，也不是痛苦的。紧接着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等一个人联络或者回归，或者说处理一个感情问题，我看到这个问题处理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不管这个问题是关乎于承诺，还是关乎于两个人之间愿望的达成、异地关系的解除、情感里边的顺畅互相的明牌等等，这个时间你们想要的时间点之内，我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发生，但是有可能他还是需要用他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展开。所以就像等待一株花开放一样，花有花期，花有吸收养分的时期，花有展开枝叶和枝芽的时期，也有绽放的时期。所以一切如果都是一个安排的话，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在吸引这件事情的到来，但有可能它当中的一些过程跟你想的不一样，甚至几次三番的你想逃避。如果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管是业力的圈圈，还是一个属于你要去解决和完成的课题，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从中真正的全身而退的话，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让自己勇敢迎战啊。那我们可以去肯定，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也可以去承认自己的这份喜欢和爱，以及去表达它，以及去看它的发生和发展。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我们看一下前任和一个人的连结的话，圣杯8号Knight of Cups 圣杯9号 Four of Wands。 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的就是你需要让自己重回女祭司的状态，所谓的一种平静、理智、冷静。如果你在沉溺在一种你当下会觉得甚至并没有前途或并不清晰的一个并没有变成一个模式化，并没有变成一个稳定情感的这样的一段连结的话，那注定它的根基就在松动当中。所以说你们有可能也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突然落寞而让自己有一种我没有快乐了，或者说我没有看到更多了，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感觉其实这个人他在走向你，不过他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是非常重大的。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并不是当下是需要用一个什么样叛逆的方式去抗争，而你们需要给到自己和对方仿佛是更多的空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酝酿这个关系。一部分朋友，如果你们面临到的是分手，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内心当中是非常肯定和坚信这是真爱的。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真爱关系，那有可能当下的这一环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考验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很多朋友在当下这个感情的关系当中，你们非常需要去完善你们的海底轮、你们的根基、你们的事业挑战、你们在生活里边的一个真正的幸福、安全、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如果在最近这个时间段之内总是感受到有忙不完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机会被人叫出去应酬或者说叫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你这一朵花，或者说其实你这一棵树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被人欣赏，或者说你非常的具有养分，你可以去滋养，你可以去连接，你可以去感受和照耀周围的人，这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某一种满足。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如果你们当下处在一种失恋阶段，或者说你们处在一种需要连接和需要去表达的阶段，比如说我需要和这个人讲清楚一些什么，我需要有一些这个未解之解难题，或者给到自己的，比如说我需要跟自己妥协，接受这件事情。宇宙要告诉你的就是时间在让你去放弃某一种叛逆，去接受事实，但是你的世界里边是拥有真爱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他会越过千山万水重新来到你的世界当中。而这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是在这个挣扎当中，比如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独自一个人瑟瑟发抖的，还是在困惑的、暴躁的进行抗争，或有一种受伤状态的，还是丰盛状态和自由状态的，这是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还是一样回归到当下，你们需要建设好一个稳定的自己。我看到这个人他在回归到你的路上，远方的联络消息，所谓的
message、电话、email、邮件等等啊，他再来到你的路上。不过我觉得这个人他有自己的课要去突破。有一些朋友是6到7月，我看到你会收到联络，你也会给这一件事情一个 closure。不过越是你期盼，越是你紧张，越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完结的时候，你越会在这个圈圈当中卡住。所以你们需要让自己先去拥抱你的 prosperity， 你的丰盛，先去找到你的这个 sisters or brothers 啊，你的姐妹兄弟，他是谁？是快乐和幸福。你需要先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好，那单身的朋友啊，我看到讲到单身的朋友了啊，我看到你们在事业和专业的一些组织的连接，学校和某一些平台的连接当中你会遇见非常对你感兴趣的人，或者说你很感兴趣的某一些人物。这个人他大体上和你的许愿和你喜爱的类型啊，基本上非常的相辅相成，非常的相似。那我觉得一个新的爱情啊，无疑在这些形容词当中，你们也感受到爱情要来了。一些朋友我觉得6、7月之后我们就说吧，7到9月之间，我看到你们的爱情来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是灵魂伴侣的关系。如果你最近这个单身状态啊，一直感受到自己好像每的看到一个人都不是的话，无疑这个人是一个新人，他将会来到你的世界。还有就是这是一段真的爱情，我们看到 Ace of Cups， 这是真正的感情。所以说我看到很多的朋友，我们调整一下 camera， 在未来这个阶段当中，你们可以让自己 get ready 准备好迎接一个丰盛的情感之旅。我看到这是一个智慧上相同相互连结的，相互肯定的，然后在 physically 你们相互吸引身体上相互吸引，相互安抚的。还有就是这是一段稳定的真诚的感情，可以把它经营为一个长远的正缘关系，或者说长远的互相帮助的、互相成就的一个关系。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的正缘快要到了这个人让我感觉到他很清新，他很有文化水准和素养，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多朋友我认为他是新人或一个全新的人将到你的世界了跟随着你的成长，伴随着你的能量的提升下一个阶段的人将要到来。所以这是单身的朋友我帮大家看到的参考的星座我看到首先固定星座OK， 金牛座、水瓶座的朋友在这一组，还有这个处女座当然土象星座出现了，紧接着风象水瓶、双子、天秤出现了，然后射手座的朋友还蛮全的因为这个牌的朋友让我感受到无论你们在什么样的我们说固定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或者是你当时的这个能量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无论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派的，什么样的一个画风的一个族群的人，只要来到第一组，其实你们在这段时间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你们非常的生动和活泼，然后你们非常的跳跃，非常的惹眼。所以我看到会有人向你表白，会有人向你告白，也会有人走向你的你们不用去刻意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们想要去外出交友可以，如果你们想要去工作可以，如果你们想要去深入自己的这个职业探索，职业的一个进步和挖掘，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们走在一条丰盛之路上，你们一定会相遇你们的这个快乐以及幸福，一种欣喜之情的这个灵魂家族的伙伴，好吧？OK， 大约帮大家解读到这里，因为我觉得第五牌的你们能量很好，所以尽量的帮助大家去挖掘一些细节。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感情的成熟期在今年的8月到9月将会有情感当中的进步，或者说提升，或者说敲定了感情关系敲定了恋人，或者说被表白，以及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被求婚等等，能量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年度当中把握好这个桃花的年份已经到了对，
对，命运当中，比如说你们应该去结识和产生情感连接的对象也已经快要就位啊。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好了。首先第一张我们看的是Work your light， 我们看一下啊，光之神谕卡，我们看到是 break the chain， 打破这个锁链。这是什么锁链呢？你屡生屡世，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影子啊，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种族，或者说不同的样貌，再往前去走，每生每世我们都在走一步啊。然后在这一世当中，你可以去打破你的一些链条，业力的链条。长久以来你被困住的某一个部分，你生生世世有可能都在去履行学习或者说修学分的部分。这是一个深层疗愈的阶段，而且 you can rewrite the future， 你可以重写你的未来。不管你在之前给自己订立了什么样的灵魂契约，不管你之前以一个什么样古老的方式模式在困住自己，因为小朋友你们是女祭司啊，曾经有可能你们接触过宗教，或在某一生某一世你们去有过这种比如说修女的誓言呐之类的，打个比方而已啊。你们在这一世可以去打破所有让你们去束缚自我或者让你们不自信的部分，未来你可以去改写。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就是打开你们的心轮，重新去焕发出一种能量去迎接快乐和喜悦。还有就是你将把生生世世的自己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完整的原型。当你真正去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不再去迷茫，不再去考虑过多，也不再去纠结脚下是哪一条路啊，脚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当你回首去回望，当你再重新展望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去改变的部分非常非常多，你可以去决定的未来其实就在你的手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鼓励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好像已经走出了某个 cycle， 你的学分已经学完了，所以你才会爆发出这样的一个能量，宇宙也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许愿。所以一些朋友会说，我的感情是不是一个诅咒啊？为什么在一个圈圈当中走不出来？为什么总是这样的感情对象？因为你的能量在某一个阶段是这样的，或者说他是你的一个业力的伙伴，一定要跟你去解决某一个债务的问题。不过当下的你自由了，这边我们看到的负，你重新自由了。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你将会重新体验新的能量来到你的能量场当中，来到你的身体，也会重新让你焕发出活力和激情。好，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第25号 Beauty。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如果最近这个阶段还是一样，你们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形象，改变自己的状态，你们想要去显化，你们想要去跟天使祈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对象，让谁回到你的身边，你的美丽啊将会被成全，还有就是你的愿望将会被成全。以及我看到很多朋友，我们刚刚所说的神圣男性能量、神圣女性能量，你将会真正的去连接好自己，你将会焕发出大地之母盖亚的能量，去滋养周围的人。所以如果你们在养宠物啊，如果你们最近在去帮助一些人，如果你们最近干脆就是在整理自己的形象，你们有一些新的计划，旅行也好，工作上也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换一口空气啊，然后出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等等，全部都在被支持。我看到其实你们是相当美丽的，然后相当动人的，以及你们有可能会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遇见那个对你十分欣赏的，早就想要去对你表白的人，我感觉会出现。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在意识上准备好了吗？看完这一副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真正理解你们的潜在的意识，你们真正的能量场在告诉你们什么，因为你们即将去收获到感情当中非常丰盛和快乐的一个结果，我相信是好的结果。所以大家呢，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边也可以多去放松和舒缓你们的身心灵，还有就是享受和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或者说不管是细碎还是说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不管是大还是小，去享受这个过程当中很美好的一个部分。你就在这个风景当中，你也是风景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当然应该去欣赏自己，好吧？好的，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就读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一个阶段感情上拥有良好的收获和美好的结果。
我看到你们值得被爱的同时啊，你们周围的人其实很肯定自己是爱你的，所以你们在内心里边也可以去更加的了解和更加的去肯定这个部分，好吧？ OK， 好，祝福大家，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阅读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中间的一副组牌沙漠玫瑰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第二副组牌一颗沙漠玫瑰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检测，看一下我们最近的情感能量是如何的。那我们的感情显化以及感情未来的发展将会往哪个方向去行进？那为了可以去实现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目标和我们情感的丰盛状态，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第二组的朋友啊，沙漠玫瑰石一颗啊，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指引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好，我们抽到的是 Unstick the Stock 46号。从卡住的能量当中解绑，脱离束缚，脱离阻碍，破除荆棘和难关。 OK， 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当下有可能正在为自己的一些包括情感，包括生活，包括我们个人的成长找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对于你们来讲啊，有可能是之前一个阶段你们的视野被局限，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内心当中存在着一种恐惧。但无论如何，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整体的能量体现到了是你们当下非常的需要从一个固定的模式当中真正的走出去，你们也需要让自己去找到内心当中的一个新的安全的港湾。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在内心当中是非常清楚和明了你们的状态的。你们在清晰的看待某一个过程，了解某一个过程和接纳某一个过程，或者说在极力改变着什么。这边是46号，代表了你们内心当中的所求，以及外界给予你们的一些变动带来的这当中的一些冲撞，或者说你不得不去重新整合和面对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两个齿轮在重合，在往中间重合，而且这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三维当中这物理上有可能会有一些错开的部分，或者说还没有合一的部分。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很需要自由的，你们也需要一个更高的视野，你们的第三眼是打开的，你们的喉轮也是打开的，你们在 channel， 你们在全心全意的去了解宇宙给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同时在情感上，我觉得你们非常的需要去挣脱之前的阻碍束缚，或者说某一个人某一段情感带给你们的一些不自由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脱离的一些恐惧能量。这牌很神奇啊，我们看到两张大门的牌，这是抽出来的。第一张它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翻译过来是 Owali 结束ending， 或者说我们说 finish。 OK， 这边我们看到是 fear 我们看到这两个张牌都有 F。 很多朋友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其实在一个或者是一扇神奇大门之前，对待你们来说，你们其实关上了某一扇门，另外的一扇门才会为你而打开。就好像上帝如果要去为你关上这扇门，不管是感情的，还是说这条路的，还是说这个阶段的，你们都需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且将你们的恐惧推到门之外，推到门之后，并且重新看待属于你们的出路。有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最近的这个震动其实持续的出现了一种很大的或高或低，忽高忽低的状态。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的结束阶段，你们在断联中，你们在封闭自己打开自己全新的视野的过程里边，你们有可能在感情里边其实没有遇见什么，但是内心当中有很多恐惧，有可能来自于内心小孩，有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有可能来自于你当下的一种不安全感。一些朋友你们现在在要修底轮的一个阶段，重新修底轮就代表了这扇恐惧大门它是红色的是你们0到7岁幼年时期在感情里边的某一种经历带给你们的固定的情感模式。有可能是你们害怕穿越或者打开一扇大门，看到某一个事实，
你们害怕某一件事情真正到来的这样的一种阻碍或者是困惑。其实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这个46号，它其实是一个结束，是一个10号。也就是说，对你们来讲，其实有很多事情面临着真正的结束。比如说，你们痛苦的阶段要结束了；比如说，你对待某一个人、某一段感情啊，长达数年的某一种纠葛和放不下，最后的一点纠结结束了；或者说，你真正重新的去面对自己，我跟这个人的离合。相聚与分别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里边其实在给你们很多信息和信号，你们有一个声音，也非常明确你们想要什么，但是有可能真实的去面对它，你们必须要走这个台阶来就是说跨上这个台阶，来真正的面对这扇门。这扇门背后有什么？我认为其实它不存在，比如说某一人真正对待你的否定，真正对待你的就是给你的失望，或者说给你的一切吧，一切你不喜爱的能量。但这扇门背后真正拥有的其实是一个恐惧，一盏恐惧的灯，一个恐惧的影子，或者是你的 shadow。其实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我们讲这3张牌，感觉这个能量已经比较深了。我觉得最近一个阶段，你们一定在面对什么？哪怕你们现在感情阶段有可能处在一个看似稳定平静的状态，但你内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一种缺失。我看到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内心里边其实当下非常需要让自己去跨越这个恐惧，就是完全从这扇门当中穿过去，以及在这个门之后把它真正的关上啊，穿越过它之后你才能关上这道门。讲的意思就是你需要真正去理解这个门背后有什么，并且真正的给自己一个closure， 给自己一个总结，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很多纠结啊、阻碍，或者说有可能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有可能在内心里边要去背负很多你们堵塞的部分、卡住的部分、无法言说的部分。不过宇宙给了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宇宙有可能给了你很多阻碍的大门，或者说不知道有多少扇了啊，你有可能穿过了很多扇大门，但是在这大门之后，宇宙给了你一双清晰的、温柔的、可以洞察一切的，并且也教会你如何去真正看清楚实相的双眼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的能量其实还是一样，我认为你内心里边当下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和往哪个方向去走。有可能一部分朋友只是你还没有去最后做这个打算或去面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哪怕你所面临的感情它是一种负担，它是一种纠结，但是你会对自己一个恐惧的自己，一个不成熟的自己，或者说一个在某一个阶段心里没底的自己说一个 goodbye， 你会去迎接一个真正的丰盛的，或者说真正内在当中有能量的自己。那无疑这个阶段也代表了一个结束，代表了你和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告别。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里边在等待的是一种温柔、超越或者说一种调和、一种自由。我看到这个频率忽上忽下的在波动的过程里边，你再确定你那个点在哪里。所以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可以对自己有信心，你们也可以对自己有耐心，甚至你们非常需要一股勇气去破除这扇大门这个门其实有吗？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个空洞也就是这个恐惧它其实不存在，它其实就是一个影子，或者对你来讲它是你必须要去度过的课。不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充分的来讲，你已经要结束这样的一个课程了。我们看一下大家具体能量是什么样的近期的情感能量到底是如何的，也帮助大家做一个验证和对应。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副牌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看一下 Strength， 我们刚刚洗牌的时候也看到这张牌但是它没有跳出来，我看到的是逆位的。不过呢真正跳跃出来的牌，我们看的 Strength 是正位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自信，一种自我，或者说一种勇敢正在爆发，正在喷薄。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张牌是什么。 Five of Wands， 甚至有的朋友我觉得这种能量来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激烈的，所以你非常需要一种平衡感。
这边我们看到是 beginnings 啊，也就是说 the fool 一张愚人牌出现。那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对待你们来讲，一个新的阶段呢，一个旧的阶段已经 completed finished 已经结束了。那你当真正的从这扇门之后走过来，你会在这个地方去重新的了解自己是谁，你拥有什么。有可能你面前有很多魔法杖，你需要去选择一支，你也需要去给自己定立一个新的位置，一个新的蓝图。从情感上来讲，很多朋友我觉得啊，对你们来讲，你们内心中有爱 Ace of Cups Love， 这是你内心当中的倒影，或你一直当中心目当中给自己的理想之爱，有这么样理想的一个状态。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懂爱的，你们也是有魅力的，你们也是吸引爱的。我觉得内在的这种 stuck， 这个纠结，这个卡住到底是什么啊？每一个朋友你们身上有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像。这边是月亮天蝎四宫你们跟母亲的连接，你们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你的家庭内部，或者说你面临的一些内部的问题啊。四宫是我们的内在，而天蝎其实算是一部分的业力，也不算是一部分的突破，代表了冥王星。所以很多朋友这是阴性上的一些能量，这个阴性能量指的是你的直觉，你情感的流动，你要去面临的你的思绪，你的思索，你的这个整体能量再重新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提示。这边是 Queen of Wands， 我们再抽一张好吧，帮大家解释一下。Oh my God， The Tower。 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不破不立啊，就是在第一组里边我们当然也看到 Tower， 但是第二组里边你们能量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你们在某种混乱和竞争当中，相反容易体现出你们的实力。甚至感情里边如果面临竞争，面临纠葛面临一些你们需要去尝试自我突破的部分，尝试跟对方突破的部分，你们都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地方找出能量来。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火爆的，你们相对来说有可能是非常外放的，非常激情的，或者说非常敢爱敢恨的。这个 stuff 有可能是过去保守的你，有可能是当下保守的形式，或者说在爱里边无法去真正言说和突破的部分。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在今年度当中，你们在情感上展现出来的一种爆发力，会帮助你们重新的迎接一个阶段。如果你们身边的人是旧人的话，那你们无疑关系在往一个新的阶段迈进。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在关系里边有可能会占据上位，意思就是不是说这个关系里边就是一定要一个强一个弱，或谁要控制谁，但是无疑你会变成这个关系的主导者和引导者。你旁边的人会以你为荣，或者说看到你的存在引以为傲，以及你的一些魄力、勇气你迎难而上的一个姿态，你的显化有可能都会带给周围人全然不同的一个新的印象。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也感觉到你们非常容易去吸引周围的人来争夺你们的爱，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对象开始为你们争风吃醋，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从一些复杂的感情局面，三角的感情局面，感情的竞争，比如说你周围的这个情感对象其实是非常抢手的，非常受欢迎的等等，你们会在这个局面当中真正的去找到你们个人的一种魅力。我认为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我们要去为了谁为在感情里边去打什么架，或者说我们要去拿捏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比如说情感里边我们要去经营一个什么样的情感身份，我觉得这都是油然而生的。你们内心里边其实是非常野性的，非常不受拘束的，而且非常自信和有勇气的一个状态。你们很像是这个战神或者是女战神，你们身上具有之前就像是古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当中那个神的状态。所以其实你们越是看起来在呼风唤雨，你们越是看起来在让自己愤怒震慑或者行动，其实你们内心当中的能量越容易去涌动出来，你们越是容易去吸引到爱。有的时候我觉得吸引爱的方式有一些人群，有一些存在，或者说有一些能量场是温文尔雅的，是情投意合，是景色和谐的。那有一种爱，他们产生于激情，产生于碰撞和火花。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今年当中非常容易迎接到非常有激情的爱。
有可能这个人他和你就是不打不相识，有可能这个人他非常为了你的外形、你的魅力、你的性魅力所吸引。还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一年度当中，你有可能会突然的转变你在感情当中一种被动的姿态，一种恐惧的姿态，你有可能会大胆的言说爱。所以说在这个第二幅里边，我看到你们的情感能量如何，我觉得你们如果之前是憋闷的，你们之前是柔弱的，你们之前是要隐忍的，这个年度当中其实是爆发阶段。而且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也会迎来属于你们的丰盛和感情当中新的舞台。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吸引到的是新桃花，因为如果你和之前的一些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话，宇宙在告诉你，你需要去整理。这张牌其实说的并不一定是剪断啊，我们说 unstick 扯断，或者说我们去真正的处理理顺某一种卡住的部分。还有些朋友就是真正的不破不立，进行一个断舍离，找到自由的、自信的、不去被消耗能量的自己。那在这个年度当中，无疑你在情感当中面临到非常多的机会。我们进而再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未来这个情感发展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我觉得在今年的夏季，尤其是7到8月份，情感上你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阶段和状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 Hermit 隐士牌，看一下宇宙给予我们以当下能量来讲啊，未来的发展是如何的。便是 Chariot in Reverse 逆位的战车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是正位的跳出来 Queen of Swords 宝剑的皇后，这张牌很美Independence 独立。好，我们继续再抽牌，看一下未来的发展。Five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5号，我们再抽一张。牌跳出来的比较多，我们重新抽一下，我们要一张牌。好 Hierophant The Hierophant 叫王牌耶，很精彩耶。第二副牌的朋友，首先感情里边我看到你们会迎来无疑是有承诺关系的郑重的感情发生。我认为这是你们的决定，就是我要在感情里独立，以及如果出现在我感情事业对象，我希望他是诚恳的，我希望他和我是互相促进以及学习的。我们看到有这个隐士，有这个教皇互相学习的状态。还有就是你有可能非常希望在感情里边，你把之前的学好的课题、学好加好的学分、学好的经验一并的拿出来。我看到其实无论你在新的连接和旧的连接当中，你都是一个全新的存在了，你已经脱胎换骨了。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今年的感情当中会迎来非常不错的一个局面，就是你被用心看待，以及你会非常洒脱的，你会非常自由的，甚至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感情里边，你既可以去依赖，也可以去独立。有些朋友在今年7月就是一个分水岭，你到底要在感情当中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坚持？你到底要和这个对象坚持下去，还是我们说一刀两断进行断舍离？还是你要跟他划分清楚界限，搞清楚底线和原则这个游戏的规则？还是你要真正的吸引一个全新的对象来到你的世界？这个地方的分水岭你说的算，而且你会在今年的7月结束某一个过程，不会再回去。不可逆的一种改变已经到来了。我认为你喜欢新的自己，我认为这是你一直以来在建立的新的自己。还有就是当这个新的自己到来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察觉到和感受到。很多朋友在今年也是跨入正缘的一个阶段。如果正在一个稳定感情关系里边的朋友，今年份里边你们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承诺，或者说你们会进一步的在这个关系里边去体现出你们的能量和气场。你们会让对方去爱你的同时，也会尊敬你，也会肯定你。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之前受到的一些考验呢，你们在之前去受到的一些这个课题就上课的方式有可能都截然不同。但是我觉得你们无疑已经可以让自己去成熟到独立面对一些什么，或者说进行一些选择了。那我们还是分交往状态来讲，稳定交往的朋友，我认为在今年当中
首先你们如果没有跨入家庭和婚姻的话，你们会被承诺啊，会得到婚姻的这个情感的答卷或承诺关系的答卷。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去深入到对方的家庭，或者说你们会深入到彼此的生活里边去啊，浸透进去。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各自独立做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在内心里边你们会有一种定下来的状态，你们会离开之前的一种恐惧和担忧，在感情里边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独立、潇洒，以及充满了我觉得中性的魅力啊，不管是阴性能量、阳性能量，男生朋友、女生朋友，你们在这个年份当中，其实在复合的去散发的是你们个人的魅力。所以不只是你散发的是阴性能量，是属于女性的温柔、细腻、包容，还是属于男性能量、阳性能量这种突破、勇气、激情或者占有，你就会让自己，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很百变娇啊，就是说，很多面金刚那种感觉。所以我看到的你们，其实在今年份当中充满的这个魅力，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智慧，对，或者说一种气场、一种气质，所以你的另一半一定会，不能说是那种就是马首是瞻啊，但是很相近的词就是他会以你为优先，他会去正视你的存在，他也会去以你为一个标杆或参考数值这样。紧接着我看到，如果你们在拉扯关系啊，比如说暧昧啊，然后断联呐，或正在去在关系里边啊，就是说渴望得到一个结果和答案，我觉得你们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结果。我看到就是这个今年的7月、8月，就是你们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去，首先，我认为你们的爱会被肯定，也就是说，你一直渴望的真爱、等待的真爱，有可能并不是你意识当中就是个独一人的这种爱，但是起码你想要的这个爱的模式和状态，它会真正来到你的世界，你们会被承诺。你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里上半年推进比较困难，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已经攒够了能量啊，就等着这个背水一战，或就等着这个好的时机往前走一步。我认为其实你们是值得在感情当中去固定下来的，今年就可以，或者说这一个阶段就可以。不过你们非常需要去整理好这个对象，这个时机，还有就是你们要去把握属于你们的自由。所以说对方的想法，有时候你可以自我一点啊，你也可以让自己去独断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无疑要占了上风，或者说你的个人意志占上风，这不是自私，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独立。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在等待这个旧的对象啊，或一个感情关系的发展的话，相反我看到你们在往前走，也就是一些人你们会结束了数年的一种纠缠和拉扯，你们会让自己在这个关系里边真正的自由起来。有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救人呐，等待一个联络呀，你们在等待一件事情的答案的话，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皇后的正位，你们其实是 Empress。 我觉得你们如果在等这个人回家啊，比如说属于你的这一个人，属于你的另外一半，你意识和思想当中你的伴侣，你在等待他的回归和觉醒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他会回归和觉醒的，他会回来，因为他在内心当中他的一部分属于你，或你们的一部分是互融的。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里边也会面临着一些破镜重圆，一些重新联络，或者说一些重新的续上之前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能量。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方式有可能不在你的计划当中，有可能你需要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 Empress and Emperor 国王牌和皇后牌，我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是一样，跟弟子有点像，需要让自己走向一种独立，你们需要让自己去踏实的走好你的路。我们总是在讲这一点啊，大家有可能会感觉到在情感里边我还要去做事业，我还要去证明自己的优秀，这样我非常辛苦。但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牌中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的个人能量才是在感情里边两个人之间连接能够确立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你们一直是给予的人，你们给予没有收获，你们在感情里边一直卡住，对方没有回应，滋养你们的能量，神圣女性能量也好，神圣男性能量也罢，还是说
去尊重你们个人的一个存在。比如说我们不是出生就遇见这个感情对象的，我们并不是出生就在这个感情的漩涡当中，有可能一些原因、一些道理、一些因果、一些业力告诉我们，我们得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永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结束一件事情，让我们真正的找回和做回自己，这个是凭你们真正的直觉在走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风火水土的皇后牌怎么都出现了，圣杯皇后、权杖皇后、宝剑皇后、金币皇后全部都出现了啊！这边还出现了Empress 真正的皇后牌。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特别是女性能量的朋友，稳定你们的能量 ，Four of Pentacles stability 稳定，还有就是从底轮到脐轮休起。紧接着我看到你们在感情里边是会迎来一个丰收的阶段的。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啊，在第二组里边，我觉得女性能量在做主导者。对大家来说，有可能这条路并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幸福啊，也是被你们建造出来的，所以就在你们的前方。你们需要让自己，如果你们在渴望和等待的是家庭啊、婚姻啊、承诺啊、婚礼等等，我看到在今年的下半年，或者说在明年的春天啊，1年之后，这件事情它会发生。对，半年之后啊，就是说我们具体来讲，从10月到明年的4月期间，有一些朋友你们会结婚，你们会突然的进入一个承诺关系，你们有可能会去，甚至有些朋友你们会成为母亲或者父亲，你们有可能会成为某一个人的家庭成员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能量也代表了你们在跟自己和对方互相协作，包括灵魂家族互相协作。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断舍离等等啊。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跟前任纠葛，你们当下在感情纠结，你们在等待，在空窗的话，我认为你们的感情的好机会会到来。那你们等待的这个人，我觉得可等吗？这边有这 Magician in Reverse 逆位的魔术师牌，这代表了宇宙告诉你，不需要你们主动沟通，不需要你们主动做什么，做好自己，做好这样的一个连接就可以了。The Sun 这件事情会真正的曝光在阳光底下，真相大白。如果是你的，如果是可以回归到你的世界的，就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分水岭啊，下半年到来之际啊，未来这3个月，你会看到这件事情很明显的一个结果，答案和了结。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卡住你的，我觉得你也会非常洒脱的去做你自己，并且迎接到这个可以去为了你承诺的正缘对象。我认为啊，很多朋友你们的冥想非常重要。Manifestation Queen 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的公主牌代表了你需要把自己的阴性能量高高的举起来，去珍视和重视你身上的一切存在，包括你的情绪、你的感知、你的智慧、你所经历的一切。感受和相信你未来存在在一个稳定关系，或者说你想要的关系当中那个状态，这就是一个深度的冥想。当今年下半年的满月到来之时，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农历的这个8月15啊，中秋满月之时，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里边会有非常美好的开始，或者说新开始，好吧，这是我帮大家看到的。紧接着如果是单身状态的朋友也一样，你们在今年是一个迎接和吸引正缘的阶段，所以有可能不同的朋友你们会有不同的桃花，但是我看到来到你们事业当中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来讲，他会是一个新的桃花，新的对象，跟之前全然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看到是 Ace of Cups and the Fool 啊，就是说2张0号和1号牌出现。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自然而然会给自己一个交代和答复。如果你们之前被拒绝了，或你是拒绝其他人这一方，我认为你需要让自己从这个卡住能量当中解脱出来。不管你有没有在等他，你有没有站在原地，你有没有很害怕这件事情真正的迎来一个结果，当这件事情真正来到你的眼前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恐惧，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只是想要这个阶段给予你的一个答案，或者给你的这个经验而已。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正缘在等你啊，爱你的人，跟你相辅相成相配的人真的存在。我们看到2个国王牌King of Pentacles 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权杖国王金币国王。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会碰到这个视你们若珍宝的人。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啊，
它是在秋季出现的，北半球的秋季。还有就是对方身上有水土的一个能量。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被风象星座的人伤害了，或者说你现在有可能还在某一种迷思里边，是可以跟他重新再来。你和他是真正的 partner， divine counterpart， 你会觉得他是你的神圣伴侣。但是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它一定会存在一些迷思，宇宙会帮你解谜，宇宙会给你答案，宇宙会让这个对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告诉你 I am the one， 我是你的这个人。I am your Mr. Right. I am your Mrs. Right. OK， 我是你的未来伴侣，我是你的终身伴侣，我是会疼爱你的人。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内心里边还有一些任性，还有叛逆的话，去都可以，怎么做都可以，不要去卡住自己，超越你们的恐惧。我觉得你们会真正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去收获某一种爱给你们真正的回馈。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如果在事业上你们面临的考验，面临的一些内在的变化和蜕变的话，大胆迎接这些改变。我觉得你们的改变有可能是出现在外在，事业上的、个人身份上的、形象上的，它更多的出现在内在，由内而外的一些改变。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会觉得周围的能量已经不再 support 你这份工作、这个地理环境或者这个人，你们在今年当中是一个变身状态，就这边我们看到好多魔法杖你在变身，你喜欢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你是战士也好，是公主王子也罢，你可以是国王，你可以是任何一个存在。为什么？其实我们本来所谓的这个无形无相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可以幻化成为各种各样的形象。如果我们有这种见闻觉知，或因为我们这个因缘成熟变成了这一世的我们。但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经历的非常多，你们的灵魂是老灵魂，而且你们跟宗教和哲学智慧都非常的有连接。这就代表了，如果这一世你们有深层的恐惧，你们有需要去上完的感情课，大胆去上它。你们会发现在这个课程里边，你不只是完成了你的一种，比如说你的好奇心的一种满足，或者说你的这个经历感的一种满足，还有就是不管你找到了多少这个因果业力当中让你卡住的对象，或者说辨识出了多少这样的对象，它都会最终有一个完结，并且走向下一个部分的开始。所以这个年度当中，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的重要，而且你们的转化其实是重大的。紧接着我觉得是可以显化出你们想要的美好的，好吧？那我们刚刚讲过，单身的朋友今年当中也是你们可以去发挥个人魅力的时候了。那你们认识的对象呢，有可能是跨行业的，跟你们不同行业的，但是对方和你是非常彼此吸引的。还有就是你们的条件很匹配，对，不管你们是不是同业中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不管在教育上、背景上，还是你们要去面临的一些目标和挑战，很多时候你们是可以为对方互补的。所以在你们挑选对象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其实在你非常需要，或者在你的能量已经达到一种高频率和完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所谓的相辅相成，或者所谓的跟你非常对等的，可以和你去互补的，有互相的一种火花的冲击不能说这个人在跟你冲撞，这样的人他会出现，好吧？所以有很多朋友，我觉得这边有一张大大的月亮牌，代表了一种完善，代表了解决，代表了新开始。但是月亮正位很多时候代表了内心的恐惧，也代表了我们需要去跨越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一样，担心的事情它其实会面临着另外一个方向的解决，有可能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也没有关系。我看到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成为真正的国王或者皇后，你才会真正的去完成你的这个灵魂的契约，好吧？这个灵魂的课程，好吧？星座上来讲第二副牌的朋友也是复合星座的。首先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这个处女狮子座的能量当然其实第一副和第二副其实这个牌里边展现的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火象星座比较强的。当然了，都看到了水象星座的朋友，风象的、土象的 OK。我觉得你们很美，你们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美，你们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会展现出不同的力量感。有可能
能够真正了解和看到你能量的人并不多，但是我认为这个懂得欣赏你的人，肯定你和以及极力保护你和爱护你的人一定会出现。不只是值得，我觉得是时机成熟啊，姻缘已经成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张教皇牌，跟你有灵魂契约的人已经要出现了啊。好，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给第二副牌的朋友。首先第一张我们看的啊，这个光之神谕卡，好吗？ Anna Grandmother of Jesus，OK，我们耶稣祖母，主耶稣的祖母或者母亲，大地母亲的能量出现了，播种光，真正的建立我们的地基和基础，这是一个 divine plan， 这是一个神圣的光之计划。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啊，如果是女性朋友来到这一组，我认为你们是大地之母的能量来的，你们在生生世世都在做女性这个角色，你们是各个领域非常杰出的女性啊。不同文化里边你们有不同的体验，还有就是你们滋养了很多很多人，不管是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文化的这种传播者，或者说这个 DNA 的传播者啊，比如作为一个母亲，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孩，血液上的小孩等等，所以这是你们的一个神圣的计划，这是你们的一份使命责任，也是你们的一种爱的体现。我看到还是一样，你们身上有不同面向的女性的美。如果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那我看到也是一样，你生生世世的这个灵魂的契约是跟大地之母有连结的。你的灵魂家族的女性能量，比如说祖母啊、祖母的祖母等等，你的祖先在保护你，在帮助你。因为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很多人你们是在做教育的、宗教的，你们是在做知识的传播的，然后你们是要有自己在3D 世界固定的任务的。所以这张牌代表了啊 ，sorry， 你们需要去整理、滋养你们的能量场。从你们的底轮到脐轮开始修起，还有就是大地之母在帮助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去山川湖泊各个的文化古迹啊，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古迹，你们可以去旅行，你们可以去寻找，你们可以去释放。但是你们在这个地球里边，只要你们在这个3D 的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们受到了保护，受到了爱和支持，所以你们不是一个人，哪怕你们好像是在一个人去经历一些旅途，但是你们真正可以去收获的，你们真正面临的、得到的，其实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多。未来你们一定会适时的去证明和得到这方面的能量，比如说个人的发展，比如说你们智慧的一个生根发芽，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你们修破了你们的海底轮和一个恐惧的课题，这会帮助你们做灵魂上巨大的突破。所以说这个断舍离对待你们来讲啊不容易是决定意义的，因为我们看到教皇背后也有这样一扇门啊。这扇门是什么？我认为其实你越过了这扇恐惧之门，通往的是你灵魂上的一个契约之路。比如说在事业上，比如说你在生活上，比如说你突破了这个关卡，你会发现这背后有很多嘉奖，或者说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答题宝库啊，然后你会得到非常多的智慧。所以这扇门看起来是关闭了，但是其实在你的背后生长出非常多的花朵。我看到有一些不舍怎么讲？没有舍就没有得的能量啊，舍得嘛。所以如果当下你们会觉得我在感情里边怎么样都拿不起放不下，或者说我无法去真正的放下什么，宇宙没有在告诉你你一定要放下，但是宇宙要告诉你去突破自己。除了当下你可以拥有的，你还可以摊开你的双手拥有更多。你可以让自己贪心一点，也可以让自己去多改变一些。因为在这个神圣的使命和或者说真正的神圣的时刻，包括你们在感情当中收获的时刻到来之前，这一切对于你来讲是一个经历，一个考验，但同时它有非常神秘和深刻的意涵。因为很神奇，我看到这个教皇居然站在这个塔当中啊，这个是你灵魂的导师，灵魂的导师在告诉你啊，你的新生可以到来，
由于你可以穿越你内心中的最深层的恐惧，你可以去摆脱之前业力的某一个课题，你可以去为一件事情亲手的去画上这个句号，并不是说我亲手的要去block 掉一个人，我要去删除掉一个人，这些物理层面的东西都不重要，是你的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如果这个能量对应你的，那很大程度上对你们来讲，迎接你们丰盛、收获、爱与喜悦的课题之前，你经历的要非常多，但是这也建立了一个更加强壮的你、强健的你，好吧？第二张我们看到的是第9号 meditation 冥想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莲花在绽放啊，然后焕发出的属于我们顶轮的能量在连接宇宙，星星点点。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对大家来讲，这张牌非常简单，就是一旦你们有点困惑，或者说你们还没有去看到，哎，我怎么去生根，我怎么去 grounding， 或怎么去 cleansing， 我怎么去疗愈和整理自己、净化自己。你的内在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大门，帮助你去连接宇宙。你有你自己的办法，你有你的一个净化的管道，信息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多做一些冥想，特别是你们需要到湖泊、山川有水的地方。这个是宇宙给予你们的美丽的花园。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紧接着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今年当中容易在灵性觉醒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这跟物理的环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你们可以去神圣古迹旅行一下啊。恰好我们的疫情也过去了，对你们来讲，重新连接到自己和找到你们的时候也到来了。所以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整体的能量对你们来讲是很清晰的。还有就是无论怎么去解读，我看到其实你们本身就是极其拥有意志能力，也非常拥有力量，你们有一种本能，是可以让自己去通过直觉、尝试以及显化你们想要的结果的到来的。这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并不是肉眼看到那么容易，或者说其他人眼中看到那么容易，但这还是一样啊。这边是月亮狮子4宫，月亮4宫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你们可以去重新的追根溯源，追还到你的母亲，或者说你母亲的母亲的那一层。你可以看到其实你的来源也奠定了你一部分的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并不是你不可以改变的，你可以重新去建立自己，尤其是在未来这个感情大门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第二副我们讲感情讲的不多，但是这个里边其实就是有感情的显化，所以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的去讲在感情里边是什么样的，我们刚刚所讲啊，分水岭，7月8月是一个分水岭，你们要吸引的感情就要到来了，或感情的新阶段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吸引的是新的对象，还有就是你们今年魅力爆棚，所以说你吸引的对象有可能和你是不同的状态的，或者说不同领域的人，或跟之前完全不同的人，但其实这也是你真正在显化的一部分。你需要去经历完这个恐惧和断舍离的课题，以及一些事情已经到了一个终结点。不过这个终结并不是 say goodbye 或者说 say no 的时刻，而是你大声的对自己 say yes， 好吗？这是宇宙给予你的一条很美的路啊。还有就是我认为你爱这个3D 世界，你爱这个星球，因此你才会到来。所以你们有可能也是未来将是不错的导师、母亲、父亲，或者说你会是不错的要去传承或者说展现某种文化的人物啊。我看到你们在让自己越来越发光，然后越来越走向你们的神圣使命。所以第2个牌的朋友也加油啊，宇宙在祝福你们，在保护你们，在爱你们，好吧？好，那整体第2个牌我们所有的卡牌解读到这里，我看到你们在渐渐的离开一种孤独和失落感，你们在渐渐的内心里边变得更加独立和强大。这也是我看到你们身上在发光的点呢。好，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解读完了，希望帮助到大家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开心、平安和幸福。宇宙热爱大家，也在保护大家。希望通过今天的连结，给我们更多能量和信息，帮助我们未来成长。感恩跟大家今天相互的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第3副左牌，我们的绿色叶子营业安的朋友们，让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3组
枝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感能量检测。我们要看一下近期我们的情感能量是怎么样的啊？根据这个能量，我们未来的情感发展将会是如何的？那为了去显化我们情感中的好运以及心愿，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第三组的朋友们，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racle 神谕卡，我们的主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对应了我们这个枝叶的能量啊。好，我们看到的这个 message changes 改变呢，第10号牌。我看到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内在正在发生一种转化，甚至这种转化已经完成了。你们再去就像细胞在推陈出新一样，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灵魂和灵性上，在把一些旧有的不再去 support 大家的旧的细胞推出你们的身体和你们的能量场范围，更迭而来的是一些全新的细胞和能量，而你们当下正在去重新整理自己。我看到你们将重新让自己变成一种新的完整的状态，而这个新的状态也代表了你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看待未来。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最近发生的变化其实蛮大的，并不代表是在外在，有可能潜移默化的你们已经改变了一些原有的思路，你们已经改变了一些原有的方法。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像是这种凤凰涅槃的一个能量啊，就是你们会重新的飞回来，但是用一个新的姿态。有可能你们经历过之前比较挫折的，或者说比较暗淡无光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都在告诉大家啊，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完了之前一个完整的过程。所谓这个过程啊，我们说成住坏空啊，或者说所谓的起承转合，因为大家呢有可能当下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这个波动的状态之内，有可能不会特别清晰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能量，或者说一些朋友有可能感应能力比较高，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觉察觉知能力是比较强的，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种变化和震动，而宇宙在告诉大家，通过这一张牌，你们会为自己刷上全新的色彩，你们的 aura、你们的光环、你们的光彩颜色将会发生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它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会让你们耳目一新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对于外界，或者说你们跟周围的人接触，跟情感对象连接，你们会潜移默化的去带给这些对象一些很大的震动、振奋、鼓励，或者说有种对你刮目相看的感觉。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完成什么，或者说展现一个我们多么胜利的姿态，而你内在的胜利和完整才是真正的一种光亮。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改变，我看到很多朋友是生活中的，比如说你们搬家了、迁居了，或者说正在去计划全新的事业或全新的学业、个人的成长。有些朋友就是你们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更加独立以及坚强了，所以这是你们身上比较明显的一个光亮。最近你们的这个 aura， 你们的这个色彩偏向于蓝绿色啊，这是一个心轮到喉轮的色彩，所以你们有可能最近会有很多创意，你们会有很多想要去体验的事件，或者说你们在重新的去看待自己，甚至你们会为自己创造全新的标签、全新的形象，或者说你们会为自己这个生命，或者说最近这个情感体验赋予一个全新的意义。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改变是从感情的一些解体和变化当中带来的。解体和变化，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是分手了，一些朋友有可能是你们在情感当中内在的不得不去做一些新的变化，这样才能够跟对方有更好的连接。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大事，比如说已经完成了事业上的转化，或很多朋友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迁居啊、落定啊，这个 relocated 啊，比如说重新落定在一个地方，所以宇宙正在给你们这个阶段一个全新的嘉奖。那我觉得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让我看到能量是非常清晰的，非常舒适的，传达和表达的方式也非常贴近于高频率，贴近于大天使和贴近于宇宙。所以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明白啊，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重新的站在世人的面前，去展示自己，或者说理解之前的一些问题，之前的一些课题。10号牌是我们塔罗当中的一个
ending and new beginnings 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将会去经历一个阶段的成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结合我们其他2张神谕卡，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fertility一张旺盛的生命力或生产力的一个能量。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圆呢，我们看到了圆的1/4。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生命当中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1/4，或者说更大的一部分1/3等等，在发生一个惊人的蜕变。还有就是你们在重新扎根你们的底轮在跟大地重新的连接起来。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情感上未来一个阶段会迎接情感上的丰盛完整，或者说履行承诺关系，甚至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没有此打算有此想法的话，就是结婚生子这个议题将会到来。这个种子在大地当中，由于你的完整和改变已经重新发芽了。我看到这个完整是来自于你的心轮的，所以当你的心轮去丰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这个枝叶你会无尽的去延展你生命的力量。还有就是土壤也好，你的形态也罢，都不能拘泥于你，或者说束缚你。你将会让自己真正的展开来，拿出你的魅力和智慧，去真正的吸引到你的生命力吸引到你的这个生命和智慧的一种延展和延续第2张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带有枝叶的牌，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Stars 有个私心，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一个参照物。看到这张牌Peace， 我们看到信鸽或者说所谓的白鸽在衔着橄榄枝飞翔在天空上一个悠然自得的表情这张牌的 aura 和震动，它其实接近于一个 beige 比如说无色，或者说我们肤色的颜色，它其实是我们灵魂的底色。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无论你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求学还是说事业上的进展和成功中，或者说你们在迁居中，你们在改变中，甚至你们在这个有可能在风雨天躲雨当中，你们都会内心当中产生出一种平和。这种平和我觉得也是一种安全感，对自己的信赖感，以及一种吸引到更加平和丰盛感情的到来，不是这种 drama 的感情或这个 karmic 的这个业力对象等等。你在这一次将会吸引到非常平稳的、安全的、成熟的感情到来。很多朋友这个信鸽能量其实是一个 messenger， 比如说是大天使的，是宇宙的，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高维度的，我们这个扬升大师存在给予我们的这个 message。 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去得到一些讯息，你们将会去得到一些提示，或者说你们也将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全新的灵感，去完成或者说完美的完成某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 peaceful resolution， 就是这个完整，比如说我们在要去考虑解决一件工作，解决一个合同，或者说解决一个工作的收尾、交接等等，它会是一个 peaceful ending。 我觉得你们不会再让自己再重新的参与到一些业力的 drama 当中。还有就是你们将会让自己全新的一个身份，全新的一个状态生根以及发芽，或者说你们的一些 idea 将生根落地。为什么我们在这套牌当中也看的没有特别多情感的能量对于情感能量来讲，这些也全部对应到大家在情感上的一种体现。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会给周围跟你有情感连接或即将有情感连接的人带来这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的有生命力的体现。所以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榜样，你会成为别人的希望，你会成为跟你连接的人他们眼中一个带着白光的救赎式的存在。所以其实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当下如果你们真的是再去吸引感情，再去看感情的话，我认为你们的心态多少在转变，变得更加的平稳、成熟，已经安然自得。这样的一个频率也会让第3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一个阶段优雅的去走向一个情感的新单元。好，这是我看到大家能量我喜欢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光很柔和，很温柔，有一种像是银白色的丝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周围涌动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抽这个 tarot。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
给人的感觉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不会在内在去别扭，或者说你不会再去进行某一种叛逆的抗争，而你身上这种生命力，一种充满了气质的有点维纳斯女神的感觉或者说男生朋友也可以去参考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偏向于金星、偏向于天王星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很美。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塔罗Ten of Cups 圣杯10号的正位耶，很好的一张牌耶。我们看看大家情感能量是如何的。这边 Four of Cups 圣杯4号，看一下 Seven of Cups 全部都是圣杯耶。第三副牌的朋友很多水象，或者说在最近这个节气当中，你们会有很多情感和情绪的流动。我看到首先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已经就是稳稳落地了，所以有可能你们刚刚去经历了我们所说的情感上的契约关系承诺婚礼的庆典结婚生子等等。我觉得你们在情感上其实会有一种丰沛和充足的感觉。有些朋友会说我一直单身呢，或者说我现在刚刚失恋等等。我觉得你们好像在让自己回归到某一个你灵魂的家族，或者说去寻找你的一些朋友或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指导灵等等这样的陪伴者。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内心当中是非常充盈的，有可能你之前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你想去做的一些转变已经崭露了头角，所以你会经常让自己有一种满足感，然后这里边产生了很强的创意，以及跟周围的人的和谐的连接这种 harmony 一个和谐的能量出现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第三副牌朋友中间的一张牌 Four of Cups 代表了其实你们会觉得未来将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你们会有进一步的深思和省思。所以对待你们来说，如果情感在当下有一部分的这个时间段是卡住的，或者说没有流通的，比如说我人际关系蛮好的，工作也不错看起来最近也蛮有自己想实现的事情做，其实你们内心的深处呢，多少会有一种隐忧，对待感情有可能有一种隐忧。比如说你们会偶尔去突然想到之前的一个人，或者说当下你们要去解决的感情状态，或者说我是应该去脱单的，我是应该去约会的，不过为什么我一直卡在原地其实第三副牌朋友，我认为你们充满了机会你们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人，还有是有可能相反，你们有好多的选项，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因为那种触动你心灵的，那种可以打破你平静的，那种可以让你充满波澜的感情，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已经收尾了，或者说你有可能一阵子沉浸在生活和创意当中，沉浸在自我的成长当中，已经忘记了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们有可能想让自己去再重新造梦，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这个旅途，或者说全新的消息及希望。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处在某一种暧昧的关系当中，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有喜欢的人，这种喜欢会让你有很多想法，但是匮乏于行动和一些言语的连接。有可能这个人是你工作当中的，你的朋友的朋友当中的，你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以及认识的，所以你经常会害怕自己的某一种恐惧和失落爆发，或者说你怕自己其实没有你感受到的那么完美和舒适，或者说让人感受到美好、快乐和充盈。其实是多思多虑因为月亮的正位代表了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隐忧，不过这种隐忧其实是我们阴性能量的震动给我们的。而我觉得第三副组牌的朋友虽然你们身上有的时候会有波澜起伏就像潮起潮落，我们的月亮阴晴圆缺一样，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内心层面来讲是非常笃信宇宙的法则，也非常相信感情的美好的，能够给你们自己选择的人只有你们自己。比如说我要去决定显化什么，我要决定未来去经历什么，所以这一个阶段有可能宇宙在帮助你去完成一个成长的过程之后，重新的进行一个洗牌和选择。有很多朋友我们这边看到又圣杯的牌耶 ，Eight of Cups 圣杯的8号，我们看一下大家能量如何，我们再抽几张。第三副牌朋友 Devil in Reverse 逆位的恶魔牌，这张牌很特别
恶魔啊，在用这个金钱、美食诱惑少男少女哦，好可爱。然后猫猫在提醒主人，或者说提醒他们的潜意识啊，这一切是非你所想的啊，醒一醒之类的，很可爱，但是逆位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啊，这张牌好可爱。我们继续抽一下，好吧？你们在最近这个阶段，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 ，Seven of Wands，你们在努力的让自己去离开某一种 toxic，就这种上瘾的、有毒的，或者让你沉沦的一些情感幻想，因为你有幻想，或者说你对于某一个人有幻想。我看到其实你们好像拥有一种双重的生活，一部分是非常美好的。很平稳平静的啊，甚至没有波澜了。一部分是你在这个没有波澜的状态之内，会觉得有一点无生机，没有进展，百无聊赖。所以你们其实在内心当中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限。比如说你需要让自己看到哪里，想到哪里和感受到哪里。尤其是目前存在一个稳定感情关系，或者说你们的事业在上升期，你们的家人很需要你的朋友 T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所以这边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内心里边在努力的去抛除或者说离开某一种在感情里边沉沦上瘾，让自己忧思忧虑不舒适的状态。虽然有的时候你们的心上还会有这样的能量萦绕，有可能这个是之前的人，你的前任，或者说你偶尔会去联系到的跟你非常暧昧的对象，或者说这一个跟你不远不近的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一定距离感，又会让你很有连接的人。我只能说有连接，在阴性能量上，你们在灵性上，在感知上很有连接的人，有可能潜移默化的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在诱惑你。但其实我认为你们在驱赶的是一种心魔，或者说在感情里边的一种固定的思维状态。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我需要去表达，我需要去发展，我需要去占有。为什么你们会变得佛系，或者说这种佛系的心态好不好？我们没有非黑即白心态或者说状态它只是一种状态。但如果我们在3D 世界的这个生存法则或者说价值观念里边去评价的话，我认为这是好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在让自己往一个更加具有灵性的、更加广阔的高频率的方式来看待爱情，所以你们不想让自己单纯只是占有和控制，你们会很努力的去驱散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最近这个时间点之内，有可能也会经常会抓着自己集中注意力做一些力所能及你们该去做的事业上的一些准备和安排，或者说为周围人力所能及去创造一些价值和美好。我认为其实你们周围有需要你们的人，所以在情感上你们有的时候像是在自我矛盾或拉扯，但很多时候我看到其实你们是对于感情，对于智慧，对于你们想要什么更加清晰、更加敏感的人。这张牌边全部都是性格，就像这张 Peace 一样，你们想选择的，你们想衔来的是橄榄枝，你们想给周围的人带来的是一种爱和美好的创造，甚至这是宇宙和大天使，或者说我们刚刚所说的扬升大师给予你们的这个神圣使命。所以其实你们身上有可能会有独一无二的一些意外的最近在发生的一些成长。我觉得你们不会让自己单纯的只是去沉溺在感情里边，更多的时候你们会思索感情以外呢，我可以去拥有什么。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们像是一个哲学家，你们有的时候像是一个灵修者，但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你们灵魂当中的一个底色和你们完全的另外一面。你们是很有能量的，你们也是很明智的，就是很理解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在选择的这个分水岭和岔路口，你们不会让自己选择去痛苦或沉沦。哪怕我们都有3D 世界我们都会有，因为有情生娑婆嘛，我们只有有情了才能在这个世界里边去形成这个姻缘呢，我们才能进入这个姻缘的圆圈。所以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改变是内在发生的转化，一些事件已经转化了。如果之前你们曾经去通过之前的能量去感应连接和预测一些什么，或你之前曾经去预想一些什么，计划和显化一些什么，你的内在发生了这些显化之后，有很多事情都在改变。所以有一些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之前在看一些大众占卜，或者说在你们这个转变到来之前在看一些能量上的预测，或者说
命运的啊，比如说这个命盘的这个分析啊，比如说推运啊之类的，你们都可以再重新看一次。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个人意志和你们真正发生的这个转化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全新的信息和信号，而你们其实是一个新的人啊。这样讲大家不要吓一跳啊，我还是我，但是其实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化。我们有时候说啊，接近灵性和灵修，我们的气脉是会发生转化的，气脉会引发我们在生理上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的筋骨更疏通啦，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或者说我们的呼吸状态更好等等啊，潜移默化的转化已经到来。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生命，或者说之前一个阶段比较陈旧的细胞，或者说病痛的部分也在转化，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你们给周围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最近你们在变得更加的圆润、圆融啊，貌似啊是一种佛系，但是其实你们身上充满了浪漫，然后充满了一种觉察力，甚至有点神秘感。然后你会让周围人感受到，其实你是很理解和在意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你们要去守护什么样的一份事业和家庭。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在选择某一种放弃，就是我不想再争了，我想让自己退出来，我需要为自己去争取一个全新的阶段，我的发展阶段等等，这都是周围人对你的印象。但你们多少有一部分在封闭自己，或有一点点的局促不安。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也代表了你们依旧是灵动的啊，你们并不是完全的隐士，或什么你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吊人，你们依旧是在生命当中在体验的啊，一个活跃状态，而且是一个种子发芽状态，好吧。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之前在种下的一些梦想，种下的一些愿望，一些事业和个人发展的这个安排已经发芽了。所以这个春季啊，北半球的春季对于大家来讲，你们意外的会看到一些事情顺利的发展，一些好事和清新的气息、空气频率将吹进你们的世界，好吧。你们的世界不再憋闷了，因为我看到你们的世界有大门，是有水的，好吧。继而看一下我们这股能量会带动我们感情上什么样的发展，会分族群帮大家来解释一下，或者说当下的情感状态啊。这边是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 教皇的逆位。看一下第二张，我们刚刚提到 The Hanged Man 第二人牌，我们是逆位的啊。全部都是大牌耶 Major Arcana。我们看到是 Ten of Wands in Reverse。看一下大家情感发展怎么样了。Two of Cups 圣杯2号的正位。Page of Cups 你们水的能量好强哦。除了水以外是火的，火的能量蛮强的。水象星座双鱼、巨蟹、天蝎，火象星座是牡羊、狮子、射手啊。这个3月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转化，所谓的改变180度的大转弯到来了。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与其说是在意比如说关系的形式啊，比如说我和这个人是不是确立了男女朋友啊，或者说女女朋友、男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确立的关系，还是说我未来会不会得到承诺，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这些议题有可能太让你们有压力和焦灼，所以你们反而会转而去追求一种灵魂上的和谐和共振。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内心当中是在渴望灵魂伴侣的到来的，还有就是你们会把这种爱也转化成为一种创意，转化成为一种对于宇宙的爱，对于自己的一种觉察。所以我看到其实第3副组牌的朋友，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的感情发展是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一个感情发展或一个连接走到了绝境啊，你们反而会另辟蹊径，重新的去打开你们的心轮，去让对方看到你真正的在智慧上、灵性上，或者说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你们的一种吸引力。所以你们会让这种能量的压抑啊，一种能量的匮乏这件事情做一个结尾。所以说我们这边看到了3张10号牌啊， Ten of Cups 圣杯10号，这边有金币的10号，这边有权杖的10号，也代表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4月尾，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转化，就是如果说你们非得要去坚持或大力的争取什么，要去维护什么人，
你们反而会觉得啊，不管你们是不是那个给的更多的一方，你们都会觉得我需要去感受到的是一种灵性上的，是我的这个灵魂使命和智慧上的一种真正的发展。当你们真正发掘到了一个这样的自己，对于情感仿佛无欲无求，你们发现自己在得到更多，而且在这条路上，当你收获了这种幸福的频率和能量，你会大胆的去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改变也会在周围人或者说现实来讲，好像变得不现实了，好像变得不那么紧张或者焦急了。有些朋友被催婚，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要去确立一个感情或了解一个人之类的，你们都会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觉得其实你们一直是一个在感情关系里边看似付出蛮多的人，还有就是你们会有一种包容、无私的爱和奉献。很多时候你们已经很累了，但是你们还是在盯住和忍住等等。其实宇宙在告诉第三副牌的朋友，有一些连接是非常简单的，简单的打开心轮，互相知晓，或者说可能的范围之内给予对方这种爱啊。我们看到一只猫猫在线上一只表白的小鱼啊，互相表白啊，在可能范围之内和互相给予、互相告白。可是我觉得对于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讲，这是你们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关系的连结、感受，对，这个充实的这个内在的部分完全大于了外在。比如说，我在和什么样的一个人谈感情，约会中，我们会有一些正式的officially，我们会有这个什么样的推进，这让你们有一种赶不及的状态，所以你们反而会在某一个最紧绷的阶段将这件事情放下，就是我不需要去追着某一个人，比如说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是你感情连接对象，他是你的某一个前任，你不需要再去执着或渴望某一个他的 feedback， 他的反馈了。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去发现一个属于爱的、有爱的，还有就是非常可爱的自己，这是我看到你们感情方面最大的一个发展。好，我们刚刚所说就是分这个关系状态，稳定交往的朋友，我看到对待你们来讲啊，你们会破除传统，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这种承诺关系啊、家人关系啊，你们反而会觉得我希望和我的伴侣和这个人成为最好的朋友，我要去了解他。如果之前你们在这个经济啊或者生活里边啊，有点走不进彼此的世界啊，给彼此很多的这种现实里边的压力，其实你们是一个很会爱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关系里边会调转你们的方向，不再让自己去承受那么多的重量和负担，转而你们会选择去倾诉、连结，或者说了解对方，跟对方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你们很轻松的，看似很轻松的在解决你们感情中的一些问题，化解一些危机。但其实宇宙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宇宙也知道你在这个阶段卡了多久。紧接着有可能你们遇见的对象会让你们比较疲惫，有可能他疏于对于自我的管理、事业的管理，或者说他缺乏一部分的责任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责任感。又或者说你会觉得在这个两个人的共同发展当中，你一个人负重前行，然后对方就趴在你的肩膀上让你感觉蛮辛苦的。其实你不需要去跟对方谁去 carry 谁了谁去拖住谁了，你们可以去达成一个新的共识。所以感情的美好发展在未来到来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些礼物有人想要送你们礼物的，还有就是希望跟你们去庆祝、共享那种美好平和的时光，重新回归到恋爱的感觉，这也会激励你和对方的这种创意。所以我觉得在稳定交往的朋友，你们的感情发展让我感觉到是蛮好的，不过这也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讲是重新的平衡、公平你们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公平就是你们在关系里边终于成为了天平的两端，而且是非常稳定的、非常重量相等的，我们说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所以不会有一方谁再去牵制和控制以及要挟谁我们讲要挟这个词是不是不太正确，或者说牵绊住谁。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你们在当下就是一种关系里边，不管你们会不会迎来一个承诺如果是在稳定交往，或者说刚刚交往的朋友，你们会重新的让自己和对方就享受这个感情的状态，并且把你们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我觉得你们的承诺，或者说你们等待的一些告白和好的消息将会到来。我觉得你们在被爱着，会有人爱你们好，
好，这是稳定的关系当中的朋友啊。还有就是你们会团结，如果你们比如说家庭内部啊、工作啊、朋友之间发生了很多问题，我觉得都是外界的干扰的声音。还是一样，我认为你们是懂得爱和很会爱的人，你们知道如何去共情和理解，还有就是你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去放弃肩膀上的一些重量，转化这种能量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外界的这个声音和牵绊，或者说一些负重等等，会让你和这个人团结的更紧密啊，或者说你需要去跟对方敞开后轮和心轮去进行连接了，该是一个去沟通和谈话的时候了。好，这是稳定的关系。那如果是在这个关系的拉扯呀，然后纠结呀，或者说暧昧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有机会去发展这个感情的，但是还是一样，宇宙在告诉你们用一个新的方法去对待。你们不需要让自己再去进行过多的一种尝试，或者说辛苦的坚持等待了。有些朋友在等待啊，然后你们在等待承诺，等待这个人的回归，等待他态度的转变。你们会化被动为主动。我认为这种主动并不是我们非得要主动去联系啊，或者说主动做什么样的行动。在能量上你会充实自己，你会去给自己很多时间和空余，去填满你身体上缺乏能量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觉得心里空空的，没有爱，这个爱在哪里呢？我在找。那在这一次，我觉得你会让自己更有底气，因为其实你们的生命在变得更加成熟。我看到你们也在通过一些经历让自己去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你们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平和的气场，这种气场自然而然的会吸引到感情的更好的事件，或者是更好的进展的发生。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3月刚刚去认识一个人，或者说你们到了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在3月左右，你们有可能发现了一些事件的变化。那在整个的未来的发展里边，我看到你们会接纳和理解当下的情况，并且我认为你和你的感情对象是有沟通的，会继续连接下去的。如果有些朋友你们遇见的是 soul mate twin flame 啊，我们的双生火焰灵魂伴侣的课题，我认为这个人即将回归，但是要在你的状态真正的重新整合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你们面临的感情对象和状态啊，就是到了这个临门一脚，两个人要不要真正交往啊、告白啊，或者说真正去承担一些现实的时候了，我觉得你们会达成共识的。还有说这个能陪你达成共识的对象，他必将出现。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会得到告白啊，在未来大约前一个月啊，看这个占卜的前一个月3月，到未来这个夏季，北半球的夏季7、8月之间，你们会被告白。我看到喜欢你的人，他们其实是在内心里边有非常纯真的感情的，羞涩的，充满创造能力的，浪漫的人。还有就是一部分朋友，我认为有可能一些之前的旧人会回归，对，在这几个月当中容易回归。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并不在乎这个形式，就两个人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的状态还是一样啊。我认为你们有可能当下在享受某一种关系的连接。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有可能面临到了一些新的选项，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处在三角关系当中。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你们需要去真正的在内心当中达到一种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明确吧。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或者说这个关系当中我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完成我这个经历和课题。我看到都是10号牌，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有一些关系将变得更加稳定坚实，还有就是有一些关系将会转化，比如说你反而会和对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行进，首先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啊。其实伴侣关系也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和对方是需要成为一个心灵上互相连结、互相倾听、互相懂得的人，这样你们的关系才能够有这个基础。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并不是生硬的我爱你，然后我给你一个承诺等等，这样的关系它发展的基础就是牢固了、牢靠了。并不是的，我认为这个关系的基础永远在你们的共情，在你们的情感上的连接啊，情感中的体验。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收到这种稳定关系的 offer 和告白，在未来一段时间，所以你们可以去期待。如果在等待一个旧人的朋友，我们刚刚所说啊，看到旧人回归，因为这个是一个a karmic cycle， 这是一个业力的源泉。
并不代表这只是一个业力关系，而你们其实当下在经历一个业力的课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将会也发生一个巨大的 change 啊，巨大的转变，然后回归到你的命运当中。这一切有可能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安排，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你接着我觉得单身的朋友啊，我们最后给单身的朋友看一下 The High Priestess。 单身的朋友，你们是非常在意感情中感觉的人，感觉已经大于了外界的条件啊。这个人的就类似于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在做什么等等。你们是追求真爱的人，也是相信命运的人。所以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未来你们的灵魂伴侣将到来，而且这个人他是跟你的这个灵魂呢，有这个灵魂的可以说是契约或一个约定的人，他是你上一世的灵魂伴侣。如果一些朋友啊，你还没有遇见他的话，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人其实你知道他是谁，有可能他就是之前的一个人，或你之前的同事、朋友、同学，这个感情还没来及发展，等待了蛮久的一个对象。我觉得将会随着你们的直觉，随着你们的一种成长真正的到来。我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是一种相互给予的状态，还有就是互相懂得，还有就是互相陪伴啊，感觉蛮两小无猜的，我觉得是很纯真的感情。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有可能当下处在一个休眠期啊，你们的感情马上就要醒来了啊，你们将会白雪公主的话就会被这个王子吻醒嘛，青蛙王子的话就会被你的公主啊叫起来，好吧。所以说这个感情里边你们毕竟是会出现合适的对象，以及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积极意义的很明确的发展。这个感情我觉得不是暧昧，但是它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发展和显化。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在今年的夏天去期待这个对象走到你的生命里边，很大程度他和你蛮像是同星座的，或者同样的这个 soul tribe 灵魂的家族的人，你们有可能有同样的爱好，互相懂得，或者说干脆他就是你这个儿时的朋友的朋友啊，或者说之前的旧同学、旧同窗、旧同事等等，好吧。水象星座蛮重的，这边看到的依旧是水象。所以祝福啊，第3个牌的朋友，我认为这个要么就是土象星座的人也蛮容易出现的。我们看到这张牌 Knight of Cups， 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的星星哦，好浪漫哦。所以今年的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我觉得你们会有很浪漫的一些体验，起码约会，起码有些朋友你们会这个见面，或者说网络视讯等等，你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和精彩的回忆啊。好 OK，我们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状态很温柔，很细腻，还有就是当他摆脱了一个所谓的躯壳，一种观念意识上的某一种束缚的时候，你们会让自己在感情里更舒适啊，你们也会跟对方去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感情连接。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很美妙，然后也很灿烂，也很纯真。然后就是祝福第3副牌的朋友啊。好，宇宙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这副牌啊，我们的所有的卡牌都长得一样啊，神谕卡 Oracle。我们看到是第12张 Action。卡牌真的都是抽出来的，但是真的长得太像了。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什么？你种的种子在发芽。如果你现在想要一个爱情，或者说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情感连接，想要什么样的事业去种它这朵玫瑰啊，这个种子将会一点点长起来。你的意识很重要，当下是一个播种的阶段，有可能也是一个即将收获的阶段。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跟着你们的灵性去走，跟着你们的感受去走，去许愿，去为自己发声，为自己改变。我看到宇宙的这个太阳，你的心轮在照射你内心中的情感世界，这个花园马上就要全部绽放了。所以其实你们最近在打开太阳轮呢，你们跟太阳的这个连接，或者说你们这个心轮左右啊这个位置打开的程度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好多星星，好吗？所以其实宇宙在告诉大家，大胆的许愿也可以大胆的行动。你们可以去认识新人，你们可以去交朋友啊，可以先交朋友。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去，哪怕这个人是你的感情对象，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是跟你熟的不能再熟的人，
都先去跟他一个新的方式连接。这个时候你是新的，抛弃之前的一些这个纠葛，或者说这些束缚，或者这些负担，你将会发现其实你们之间是非常互相了解、互相体谅、非常互相尊重的，好吧？那第二张牌我们看呢，Work Your Light 啊，光之神谕卡，我们看的是 Align Your Life， 整合你的生活。So what is not aligned for needs to change? What is not aligned or needs to change? 这张牌也一样哦，还是啊，这当中带有一种改变的讯息，带有这个种子重新整合，然后你的就像是一个镜子一样重新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下有那种要去整理的部分，比如说你要重新规划你的事业和生活，你规划你的时间，规划你的个人的一些行程，个人的一些发展，你将会重新找到一个完整的你，而不是将自己去变成好多碎片，然后你去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你们将把自己渐渐的放到一个更加平和的状态之内。所谓这种平和，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少去做一些事情，你有可能会注重修养，你有可能会注重对于自己的理解，你有可能会安静下来读一本书，走一个自我的旅行，或者说你们开始去理解自己的同时，也开始去展开自己的创意和想象。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也将去理解一个人，或重新理解一个人。所以宇宙要告诉第三副组牌的大家，你们需要整合一下生活了，你们的生物钟，然后你们的身体状态，你们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全部都需要一个整理以及变化，这当中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有信心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首先就是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啊，宇宙来给你们托底，所以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去让这个种子发芽。还有就是你们会把这个和平的、幸福的、丰盛的这个枝叶啊，也带到你喜爱的人，或者将要喜爱你的人的周围，这是一种爱的传递，或者说一种幸福的传导。所以其实你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们说两个人的连接啊，或者说你和你的家人周围的群体，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但这一个你所谓作为一个个体，你的一个情感当中的体验度、丰盛度，你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非常重要，也包括你的健康。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阶段你们可以去种种子，整理自己，发挥一些行动，进行一些尝试。你们可以去让自己晒太阳，物理上也可以晒太阳。还有就是你们可以让自己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了，放下之前你们放不下的一些，比如说工作和纠结。我认为你们在这个阶段将焕发一些全新的生机，也将去开始一个全新的这个生活阶段呢。OK， 这就是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所有的能量了，非常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未来一个阶段真正的将你们所种的种子和愿望，然后展开枝芽，并且茂盛的去生长。还有就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也整理好身心灵的状态。宇宙要帮助大家做这个调整，未来的3到4个月，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我们美丽的，我们温柔的，我们浪漫的，我们充满魅力的，充满创意的，想象力的一个个人的发展和改变。祝福大家一切都好。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